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明清时期，守节殉葬之风盛行，有一个偏远小城也深受其影响。在那里，寡妇有2个选择，一是陪丈夫一同火化，二是守节终生。其实还有第3个选择，那就是进入寡妇村，在那里终其一生，孤独终老。此处为夫家所选，如果夫家实在不愿养活这妇人，则送到此处，由其自生自灭，但是却束缚妇人不得嫁人。你的丈夫死了，巧儿，你现在是寡妇了。一个中年男人蹲下身对楚巧认真地说出这句话。楚巧自小便被父亲定给了李家做童养媳，还没2年，李家儿子重病，为了给其冲喜，便急冲冲将8岁的巧儿抬进了门。谁知盖头都还没掀，人就死了。楚巧望着素不相识的丈夫尸体，懵懵懂懂。见父亲认真的表情，她乖巧地问道：爹，要当多久寡妇？等待她的是一阵沉默。楚巧被送去了河对岸，明明只是一条河，却好像将这里分成2个世界，一处热闹人间，一处凄凉之所。这里终年压抑，死气沉沉，被视为不祥之地。楚巧瘦小的身子被几个妇人按在祠堂，剃掉一头乌发，换上灰色麻衣，其他妇人面无表情看着，没人伸出手来帮她，因为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很久，久到忘记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楚巧仍苦苦挣扎着，这里灰蒙蒙的一切让她心生恐惧，不愿多留一刻，想要找父亲带她回家。终于瞅准一个机会，她挣脱束缚，正要夺门而去，可是却被一个人吓得呆立原地。在闹什么？不光是她，所有妇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缩起脖子，怕到了极点。来人是寡妇村村长，一个满脸沟壑的老妇人，手中拄着拐杖，面露凶色。她在上首坐下，朝楚巧招招手：孩子，过来。楚巧踌躇着没有动，后面女人直接一把将她推了过去。楚巧踉跄一步，差点摔在地上。村长笑了笑，将楚巧吓得一哆嗦：孩子，你叫什么？楚巧。几岁了？8岁。啧，真是可怜的孩子。村长摇摇头，和颜悦色说道：你知道自己身份吗？楚巧摇摇头。村长说，这里的所有女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，那就是死了丈夫，成了寡妇。丈夫要是死了，我们也就跟着死了一半。半死不活的女人，这里才是归宿。所以乖乖在这待着，为你的家族，为你的夫家争光，知道吗？楚巧不懂，但是村长有一句话他觉得是错的，于是说道：可我们还有一半活着，既然活着，河对岸好吃好玩的为什么这里没有？我们为什么要住在这？没想到这句话引得村长瞬间变脸，将他推倒在地，怒道：不要有别的心思，乖乖在这守着，再不听话，我就把你丢到河里，我才不当什么讨厌的寡妇。楚巧大声吼了回去，换来村长的一道令下，将他关到屋里饿上2天。2天后，楚巧虚弱地从屋里走出来，阳光让他眯了眯眼，随后蹒跚走到河边。河面上空荡荡，没有一艘小船，没法离开，他只能常常四处乱逛，强迫自己熟悉这村中不知岁月，每日浑浑噩噩。一晃楚巧15岁了。这日，一个妇人来了楚巧屋子，语气说不清道不明，不知是同情还是嘲笑。楚巧，村长让你去他屋里，恭喜你啊，能去对岸了。楚巧抬眸看了妇人一眼，道了声谢。妇人有些不自在，一边往外走一边说道：谢我做什么？到时你别怪我就。楚巧带着些疑惑去了村长那。这些年，总有姐姐们在夜里被带去河对岸，破水的划桨声那么清晰，
让人整夜无法安眠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划桨声又响起，他们被送了回来，去了哪，做了什么，无人知晓。楚巧曾打听过，却被赶出了门。这几年，楚巧的头发再没有被剃过，已养出一头黑亮长发，人也出落得越发水灵。在这死气荒芜的村庄，犹如一朵白莲悄悄绽放。楚巧到了村长屋，这几年下来，村长越发衰老，越发不仁。他见楚巧来了，做出和善样，来，丫头，到这坐。他拍拍身侧的凳子，望着楚巧。楚巧一言坐了过去。村长拉着他的手细细打量，满脸喜意看着楚巧说：“是个大姑娘了，在这待了几年，怎么样，想不想去对岸？”楚巧眼睛睁大，不可置信道：“是我爹娘来接我了吗？”哈哈，村长拭去眼角笑出的泪花，还是个孩子啊，天真。老婆子心善，不愿你花样的年纪死守在这，所以今天问问你，愿意去河对岸玩玩吗？当然，你不愿意去，老婆子也不勉强。楚巧赶紧点点头，她太想离开这了，哪怕是一时。虽然不知为何村长突然发了善心，但她想去，这是无法抵挡的诱惑。那处的灯火远远望去带着希望，一直让人魂牵梦绕。回去后，楚巧对着镜子梳妆。村长说好不容易出去趟，打扮漂亮些。楚巧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出发，可村长非要等天黑，说是怕其他人看见心生不满。今日时间过得格外漫长，夕阳落下，夜幕低垂，一个妇人敲响了楚巧的门。她是梅姨，常年侍奉在村长身边，这里很多事情都由她出面处理。梅姨见着楚巧的装扮，满意的点点头：“走吧，船来了，不要迟了。”楚巧激动地跟着梅姨来到河边，船上只有一个撑船的妇人，两人上了船，妇人便撑着桨朝对岸缓缓划去。就是这个声音，夜里出现无数次的划桨声。楚巧想，原来那些姐姐们是村长发了善心，偷偷放到对岸去玩，难怪他们缄口不提，怕泄露了这个秘密。今晚她终于也出来了，离对岸越来越近，楚巧心中就越发心急。许久没有到过热闹的地方，期待的同时竟还有些害怕。她问梅姨：“梅姨，我们到了对岸去哪里呀？”梅姨笑了笑：“自然是好玩的地方。梅姨，可以给我买串糖葫芦吗？我没有银钱，小时候父亲给我买过一串，今日我还想再尝尝。你乖乖听话，自然要什么有什么。”上了岸，楚巧屈步紧跟着梅姨，两人走过码头，路过热闹大街，一路穿梭来到一处气派的门前。梅姨冲楚巧说：“我们先来拜访一个老爷，他可是我们寡妇村的恩人。”随后顿了顿，又接着说道：“他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要得罪他，知道吗？”楚巧乖巧地应了声：“梅姨，拜访完老爷，我们可以去刚路过的那条大街吗？看着真热闹啊。”梅姨点点头，上前敲响那处朱红色的大门，伴着吱呀一声，门开了。哎呦，梅姨来了，快些，老爷等了很久了。一个年轻的仆人热情地和梅姨打着招呼，梅姨示意楚巧跟上，两人跟着仆人穿过院落，来到一处偏厅。偏厅主位坐着一位华服老者，正端着茶碗慢悠悠喝茶。见梅姨二人进来，抬头望了过来，那老者双眼浑浊，却带着些许打量，将楚巧浑身上下瞧了给遍。楚巧想缩在梅姨身后，却被梅姨一个闪身推了出去。老爷，他叫楚巧，今年啊刚15岁。老者点点头，不错，是啊，他是个好孩子，也是个命苦的孩子。8岁那年刚抬进门给丈夫冲洗，盖头还没掀呢就守了寡。哎呦，花样的年纪，可惜了。梅姨口若悬河，见老者目光投过来，说的更是带劲。今个我带他来见见老爷，老爷满意那是他的造化。巧儿，这老爷可是个大善人，只要他愿意帮你，你往后可以常来。
糖葫芦想吃多少吃多少。楚巧听完梅姨的话，望向老者，虽然不知老者会怎么帮助自己，但是如果有机会离开那里，那他就是自己的恩人。于是楚巧上前，冲老者行礼说道：老爷，还请帮帮巧儿，我愿做牛做马报答您。老者起身走到楚巧身边，双手搀住她的胳膊，哈哈哈，你这心意我领了，小丫头不错。这时梅姨上前一步道：老爷，我还有些许急事，巧儿就托您照顾下，我去就回。然后梅姨又对楚巧说道：你好好听老爷话，待我忙完回来接你。楚巧点头，却不知这个决定将她推向了深渊。这一切早有预谋，老者和梅姨一言一语中将自己分了个干净。他如待宰的羔羊，落入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手中，受尽折磨。楚巧哭着喊着爹娘救命，梅姨救命，却只如扑火的飞蛾，无声无息。待梅姨回来时，楚巧已被人换上一身精细的衣裙，她蜷着身子，眼睛红肿，抬头看向梅姨。梅姨没有说话，将手中的一串糖葫芦递了过去，吃吧，甜的。回去路上，楚巧忍着伤痛，沉默着往河边走去。繁华已迷不了她的眼，现下她只想回到属于自己的小屋，好好洗下身子，睡一觉。说不定这一切只是一个梦，太过荒诞，她无法相信。可是这梦也太久了些，时常重复。1月中有2、3回回到噩梦开始的地方。这日从大宅出来，大街之上，楚巧失魂落魄间与一男子相撞。楚巧正欲道歉，却听见对方急忙说：姑娘，你有没有事？小声鲁莽：抱歉，我没事。你呢？楚巧向男子望去，四目相对间，一个清秀佳人，一个儒雅书生，映入眼帘。两人正想说些什么，梅姨将楚巧拉走，男子想要跟上，却被梅姨恶狠狠地瞪了一眼。直到码头，刚那男子的样貌还一直浮现在楚巧的脑海。梅姨见其心不在焉的样，警告道：现在做什么由不得你，别起旁的心思。楚巧看着河上倒映的皎白月亮，是啊，身子都不是自己的，怎么敢有旁的心思？书生叫李贤，此次是游历结束回家考学，街上的惊鸿一瞥让他魂牵梦绕。他悄悄跟着女子来到了码头，见他们上了一艘船，向对岸划去。老先生，请问对岸是何地方？呵，你这小伙子打听这做什么？一位老者打趣道：对面可是寡妇村，沾不得。他们啊，命硬，谁碰谁死。李贤没有离去，望着船渐行渐远，消失在夜幕中。他和大部分男人不同，对寡妇克夫之说嗤之以鼻。母亲逝世没多久，父亲出入勾栏妓院，房里不停抬入新人，言行之中对母亲毫无尊重。他和父亲大吵一架后便外出游历。男人可以3妻4妾，妻子身亡可以再续，为何女人要几十年如一日守着一块牌位过日子？李贤认为，只是双方两情相悦，男女皆单身，那么在一起有何不可？寡妇对他来说也无甚关系。之后，李贤四处打听寡妇村，他不怕被别人笑话。又一个夜晚，还在那处大街，一个混混模样的男人抢走了梅姨的荷包，梅姨急得去追，留下楚巧一人待在原地。姑娘，真巧。楚巧惊喜地望去，那个深入脑海的男人活生生站在她跟前。是啊，真巧，我叫李贤。姑娘你呢？楚巧，巧儿姑娘，上次一见，如隔三秋。我寻了你好久，你寻我做什么？我不是那登徒子，只是对姑娘甚是喜欢，再见姑娘难以自制，说出唐突之语，还请见谅。哪个少男不钟情，哪个少女不怀春？二人在萌动好感面前难以招架。此话一出，纷纷羞红了脸。可楚巧随即白了脸，她想到自己的身份，小声说道：我是个寡妇，我不在乎。楚巧惊讶地抬头，
望着李贤一脸认真，不像是玩笑话，内心却终究有些不相信，说道：我克死了丈夫，是个不祥之人，为何你不在乎？因为你是活生生的一个人，此刻就站在我面前，一颦一笑皆是我心中所思。听了这话，楚巧美目连连，正待说些什么，瞧见梅姨往回赶，赶紧对李贤说：你快避开些，梅姨回来了，我会去寻你的，如果你听见布谷鸟叫声，那就是我们的暗号。楚巧佯装镇定，同梅姨回了村，夜夜听着外边的动静。在2日后，河边传来布谷鸟叫声，楚巧悄悄前去，果然在那处见到李贤。李贤见到楚巧愿意前来，脸上甚是欢喜，两人仿佛有说不完的话，聊天至天明，情意绵绵，不舍离去。从那以后，除却那几日，楚巧日日盼着夜晚的降临。今夜，李贤约了友人在河边欣赏夜景。有人问他为何这般春风得意，是否有佳人相伴？李贤笑笑：我遇上一女子，已决定与她携手共度余生。在有人恭喜声中，远处一艘小船行来，见李贤朝那处望去，有人道：瞧那做什么？那上面可是寡妇村出来的，如今去见自己的恩客。恩客？有人嬉笑道：那寡妇村可是个暗娼窝，这里不少权贵都是他们的恩客，说不定你爹也是呢。有人知道李贤同他爹不对付，为了女人这事，两人没少闹。这句话说出口后，他望向李贤，却只见李贤望着那船不曾眨眼。你怎么了？有人奇怪问道。李贤没有回答，同友人道别后，暗地跟上了船上下来的一老一少。他们穿过码头，穿过街区，穿过小巷，停在他家门口。一仆人将他们领了进去。他们在里面待了多久，李贤便在屋外站了多久。又到了那处，熟悉了街。巧儿，李贤叫住了楚巧。楚巧愣了：你今晚来这做什么？我面对李贤的问题，楚巧不知如何回答，正在左右为难时，李贤的下一句话让他生不如死：你去的那户是我家，家父健在，身体安康。楚巧如遭雷劈，呆立原地，梅姨也露出诧异的神色，随即走远了些，没有打扰两人。过了许久，楚巧道了句对不起，便向码头奔去。他没有看李贤的眼睛和神情，他不敢，怕从里面看出鄙夷和嘲讽。回去后，他拼命清洗身子，抓出一道道血痕，将自己关在屋子一整天不吃不喝。第二天晚上，月亮皎洁如雪挂在夜空，河水像是传说中月亮河，只要在河水中洗涤，就能清除肮脏的身体和不堪的过往。楚巧缓缓地褪去自己的衣裳，慢慢向河中心走去。月亮在叹息，河水在低鸣，万念俱灰之下，他一退无可退。等李贤找来时，楚巧已消失在这无人的夜。村里的妇人们很平静接受了这个死讯，毕竟与他们无关。他们会出现这里，只是因为家人想家里少一张嘴，屋里少一张床，少养活一个人罢了。如果能为家里争得一些荣誉，那是最好不过。命如浮游，身如尘埃，世间洪流，不能左右。听之任之，可怜叹之，唯有觉醒，方得善终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